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有交易的日子，时间都会过得很快。我在刚开始炒股的时候，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觉得无聊，觉得这个股市不开啊，感觉没有事儿干。现在的话，会利用周末的时间，看看书，听听歌，或者说就是在家里闲待着。其实，对于新朋友的话，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多学一学跟缠论相关的一些知识，把这个基础打牢一点。这样的话，你实际应用起来的话，可能更得心应手。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缠论的这个原文，这是禅师教你炒股票第72课，本 ID 已有课程的在梳理，2007年8月21号。我们看一下我选的这几个段落。对于散户来说，最终能战胜市场、获得超越市场的回报的，只有在本 ID 所说的乘法原则下的技术操作。技术面是3个系统里的一个，另外2个，比如比价关系与基本面，可以配合决定你的介入种类。这是我经常在我的解盘中跟大家说的，缠论不单单是一个讲技术的东西，其实它更讲究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你在进入任何一个品种或者标的的时候，你不单单是看它的技术图形的，你首先要去看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这是尤其重要的。很多人会误解缠论就这么一个技术操作系统，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所以说，它是3个独立系统组合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是缠论，而不单单说是那些图形啊，那些所谓的就是大部分人理解缠论的那个层面上。所以缠论是3个系统在乘法原则下面的一个操作的东西，一定要尤其注意这3个操作系统。那么，至于比价关系和基本面，这个是需要你个人的一个功力的。你去选择的这个市场、行业或者这个公司，这个需要你自己去选，没有人办法哦。我告诉你这个公司怎么样，或者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解，或者说那一些分析师也是基于他们的理解。但是你不能说他说了这些你就信这个，这个是需要你去个人的一个去调查，你一个去分析。或者说你那个能够接触到，最简单的就是你本行业的，对吧？如果说你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大药厂工作，那么你对药企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理解，那么你就可以去你这个行业里面去看一下。然后呢，比价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在同行业里面的公司的比较。你这个行业里面有龙头，有一些上下游的关系，有一些附属的企业，对吧？你去找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龙头是谁，这就是比价关系，就是说公司跟公司比较，这是基本面和这个比价关系。但当介入到一个品种后，就是说你选好了基本面了，也选好了比价关系，你都分析好了，你现在要开始操作它了。技术面在操作上就起着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面变化的频率，其他的面变化的频率都没有技术面高。像基本面，其变化大致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不可能天天都是基点断裂点。比价关系也一样，一种比价关系确立后，就基本保持稳定了，不可能天天都变化。你一个这个行业的龙头跟行业的老二，你这个关系不可能天天都变化，对吧？今天他是龙头，明天他是龙头，不可能啊！你起码在短时间之内，它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所以这种变化少的系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研究。你一旦选择好了之后，你不需要天天去看它的基本面。今天苹果的那个市值是多少万亿，明天是有可能是少了几千，少了一点点，没有区别啊，对吧？
所以说这种变化少的系统，你不需要天天去看它的基本面，不需要天天去看它的比价关系，但是技术面就截然不同了，因为每天如果说你要去天天去盯盘，它每天的这个变化，或者说每5分钟的图形、15分钟图形，每天都在变，上上下下的，对吧？特别的那个精彩。但是你在那个基本面或者比价关系上，你就看不到这种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技术面重要的原因。下面本案例给出一个懒人线路图，就是你要学缠论的话，那么就是学技术分析的话，禅师给出一个懒人线路图，分形比线段最小级别中枢，各级别中枢走势类型。这就是你要学缠论的这个形态学的话，缠论分形态学和这个动态学，形态学和动力学啊。缠论分形态学和动力学，这些都是形态学里面的那个构件，分形、比、线段、最小级别中枢、各级别中枢、走势类型，对吧？那么你要想学它的话，这就是你先搞清楚这些定义都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这就是从分形开始到走势类型，这个是级别慢慢往上抬高的，这是利用递归的这种方式。如果说从走势类型往下看的话，走势类型、各级别中枢、最小级别中枢、线段比分形，这是利用缠论的区间套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是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在你学习缠论比较熟练之后，会在你每天的分析中都会用到这种方法。区间套和递归两种方法你都在同时用，不是哪个更重要，而是两种分析方法都重要。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这些基础的概念搞清楚。那么这个在网上也好，在禅师的博客里面也好，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义，自己去学一下。这个一定要自己去学，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你学。所以说，只有你自己搞清楚了，那么你再去学，再去看，不论是我的还是其他的以缠论为基础的这些视频的话，都会更容易，对吧？所以说这是基础。上面几个东西是形态学中最基本的，完全没有办法再省略了。所以无论多懒，如果真想学本 ID 的理论，那请你先把这几样东西搞清楚了。所谓形态学、动力学，其实很好分辨，任何涉及背驰的都是动态学的范围。所以说，背驰是动态学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东西，背驰是动态学的基本点之一。另外，中枢走势的能量结构之类的也属于动态学，对吧？中枢走势类型的能量结构，而形态学就是中枢走势类型比线段之类东西。所以说，你要是讲背驰的话，你要怎么判断背驰？这都是讲动力学了。那么判断背驰就是不是任何一个图形或任何一个走势都能判断背驰。如果说背驰的话，那就是趋势背驰，就是两中枢的，这是第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那么背驰的话，说背驰的话就是趋势背驰。那么其实这个位置就是一买，就是一买就是背驰造成的。我们很多时候在中枢里或者中枢只有一个中枢的时候，也来比较背驰。这个背驰不是禅师定义的背驰，这个背驰是盘整背驰。这个一买呢，不是本级别的一买，是次级别的一买。你要降低周期去看它。但是如果说你要本级的背驰的话，那就是这种趋势背驰才叫一买。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那么一个中枢的你只能用盘整背驰，两个中枢的才能去讲这个背驰。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找的这个第72课，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把这个原文通读一下。那么在72课的话，没有这个其他禅友的一些提问，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这个就不看今天一些回复了，就看一下禅师这个原文。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做一下这个本周的这个结束了，做一下复盘，然后再先看一下下一周要出来很多比较重要的数据。因为周一是 Labor Day 要休假，然后周二开始这个 ISM 的这个一些制造业的指数，周三跟金融业相关的，周四小非农数据，周五最重要的非农数据。因为现在啊，美联储主席已经给9月18号这个降息定调了。
对吧？就是这个利率决议定调的，就准备降息的拐点到了嘛。他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看通胀数据了，因为通胀是现在有序的下降的，所以他已经不太关注通胀数据，更关注的是就业数据，也就是任何跟就业相关的数据，我们都相对的需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周三，还有这个周四的这个小非农，以及周五的，最重要就是周五这个，所以说这都是盘前的时间。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复盘的这些，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这个8月份已经收官了，8月份已经收官了。我们看一下8月整个一个月是涨了2.28%，但是呢，8月份这个小高点是5651.62，没有突破前面这个7月份的这个高点，也就是5669.67，对吧？那么现在这个顶分型还是存在的。月线上这个顶分型还是存在，就看一下9月份开盘之后、开市之后能不能够突破5669。那么突破5669之后，这个顶分型就被打掉了，就变成了一个中继顶分型。虽然说前面也出现过几次这个中继顶分型，对吧？这里是1、2、3，已经第4个中继顶分型了，说明这个上涨的动能从3491这里这个动能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它这个张口张嘴。张口张得非常大，这个柱子的那个长度的话也是在伸长，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往下缩。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明显往下缩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张嘴张得非常好，然后柱子的这个表达都非常好，说明它的这些那个 MACD 的辅助判断也告诉我们，现在从3491这个动能还是很强的。我们现在需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降低周期。从大周期到小周期，这是用的区间套的方法；从小周期到大周期，用的是递归。所以这是两套方法区别的地方。现在我们要用区间套看一下。那么区间套的目的就是，大周期是来看方向的，是类似你开车的时候一个 GPS 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就告诉你你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对吧？你能知道从大的范围上看，这个现在这个方向是往上的还是说往下来的，对吧？它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倾向性，所以这就是我们利用大周期先找方向，然后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内部，它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对吧？所谓的饱满充分，我也是在我的解盘里面说过很多次，就是它的组成构件，因为我们是有模型的，这是缠论的模型，对吧？你要么是趋势上，要么是盘整上。所谓的趋势上和盘整上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中枢，两个中枢就是趋势上，一个中枢就是盘整上。所谓是不是饱满与否，就是看它这个结构的构件都全不全，是不是有进入段，有 A 中枢、B 中枢、小 B 段、大 C 那个小 C 段，对吧？这些构件都全不全，也不是说一定要两个中枢上涨。可以是一个中枢的呀，可以是一个中枢的，是不是有大 A 段？是不是有小 A 段？是不是有小 B 段？然后后面这个，如果说只有一个中枢的话，这些都是小 B 段了。所以说，这是我们来判断这个结构是不是饱满的一个标准。就是我经常在这个我的解盘里面说，看一下内部是不是饱满。可能初学或者说刚看我视频不久的朋友不太明白这个饱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刚才这些在它的次级别这些构件是不是都很全。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次级别周线上，这是起涨点3491，进入段构成中枢大 A， 离开小 B， 这就是它现在的结构。它还没有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3买呢，虽然说这里是有过回撤。但是都不够比，严格定义都不够比，所以说针对周线上的这个级别的300还没有出现，它如果说再拉上去，再次回撤，这个如果说能够满足一笔的定义的话，那么这个针对下面这个中枢就是300，所以说它的构件不全呢，对不对？它的构件不全呢，需要一次回撤来确认这个中枢，然后再一次反弹，会出现一个盘整位持。这样的话，它可以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一下来就要说那个熊市来了也好，或者说大跌来了，大家不懂结构啊，还是不懂图形这个结构。就是通过我们在周线上，我们就知道，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线或者叫斐波那契线来分析它的回撤的力度。因为我们上周的复盘已经说过了，任何的技术分析都是一个强弱分析，帮助我们来判断强弱，就是空头强还是多头强的这么一个评判系统。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一个评判系统，它告诉你现在这个回撤是谁强，是多强还是空强。多强的话，那你就顺势做多；空头强的话，你做多的话就是逆势，对吧？你就很容易亏钱。所以说，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是评判系统，多空评判系统。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斐波那契也好，黄金分割也好，来评判来了。你到0.382到没到，对吧？你到0.5到没到，都没有到，那都没有到，你说明多头强啊，多头强。你说它回撤的话，你敢不敢做多呀？肯定敢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自己吓自己，而是应该基于当下的图形来判断。学技术分析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来辅助判断，也不是说必须要用缠论，你也可以用那个均线，你也可以用那个传统理论，你也可以用波浪，任何理论都可以，没有哪个好哪个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对吧？你学通一个的话，比你什么都学一点，然后但是又那个糊里糊涂的话都强。所以现在很强，那么再次打一个高点，意味着是4103上涨的一个延续。现在我们都不需要去看针对这个中枢的离开段跟进入段去比较它的力度，因为目测也知道离开段是强的，对吧？这就是在周线上给到我们一个表达。但是呢，周线上现在它已经出过2次回撤了，再打一个高点，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周线，那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上会不会出现一些结构的饱满。然后它这个 MACD 已经开始出现过2次的这个类似一个双顶。如果说用传统理论 ，MACD 也能看，你看到没有？它类似一个双顶，对吧？如果说再打一个小高点上不去的话，那可能就要下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再打一个小高点5669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警惕这个小 B 段内部相对的要饱满的话，那就可能要给到一次回撤。这就是我们在周线上能够分析看到的。那我们现在关注一下4103上来这段它的次级别。这是我们在周2和周4做这个解盘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要从4103看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4103上来这段内部结构组件够不够充分，是不是都有了？进入段、中枢、离开段，是不是有背驰了？这段结束，意味着周线上那个 B 段小 B 段可以结束了，它可以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回撤呀。周线级别的一个回撤，那都是5%以上的一个回撤。对于我们小散户来说，肯定要尽量的避开这个回撤呀。对吧？这样的话，只有这样，我们的资金利用率才够高啊。我们来看一下，从4103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它的结构了。我们再复述一下，从4103上来，1、2、3段上去，然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离开，但是这个离开比这个进入弱，又被拉回来了。拉回来之后又尝试离开，对吧？它其实，在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之前，因为任何一个中枢想要脱离这个中枢，要么你是给我一个3买，你要么是砸穿这个中枢，给我一个3卖。只有出现3买或者说是3卖，才能够说我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了。在没有出现3买或3卖之前的话，你都需要围绕这个中枢震荡。所以说，3买和3卖是用来判别是否继续围绕中枢震荡的唯一标准，这是缠论里面给到我们的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在没有出现3买和3卖之前，那么就是维持中枢震荡。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怎么操作呢？对吧？说了这么多，那么针对中枢震荡的操作，就是中枢上方，这是有中枢了，中枢上方减减仓，中枢下方加加仓，不是中枢任意位置都加减，而是中枢上方，就是想逃离中枢。
衰竭力度衰竭的时候减，往下逃离中枢力度衰竭的时候加。至于你能不能够买在或卖在这个力度衰竭的最终的这个拐点的话，那你需要你个人功力对这个更小的这段的一个分析了，对吧？怎么分析呢？一样啊，区间套，降低周期，降低级别，去看它的内部，它的次级别的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是不是有2中枢，是不是有1个中枢，是不是进入段、离开段都有。分析方法都一样，对吧？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但是很多朋友们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啊，这个级别怎么看，那个级别怎么看，其实都一样，其实都一样。你只要这个分析方法你学会了之后，任何级别、任何股票分析起来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你只要把这个方法学会了，任何股票你都能分析的，就是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学会之后非常好用，就是说这个，而且很简单。其实学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缠论交易起来非常简单，一目了然。那么在这个标普的这个日线上还没有出现330半的话，我们现在关注就是从5119这个离开了，关注重点就是它了。你这个离开段能不能够打出去？首先能不能够打出去，突破一下这个5669，突破它的话，那就会立刻就碰到一个问题，是不是有背驰了？因为 MACD 这个技术指标只有出现新高或者新低的时候才用它，就是说 MACD 是用来判断新高和新低的时候是不是有背驰的这么一个工具，在没有出现新高和新低的时候，它的作用并不大，晓得了吧？在没有出现新高和新低的时候，你是比较的是，比如说你2根围绕这个中枢比较的时候，你单看 MACD 的时候，这个作用并不大。只有出现新高了，那么我现在可以比较这个中枢的进入段和离开段，对吧？我们之前是比较过的，我们再重复一下，从4682到5264进入段，然后从5119看它的离开段的位置在哪儿。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因为今天是给会员朋友们讲的这个复盘，所以说时间比较多，比较充裕。我再重复一下，为什么是说从4682来比较进入段，然后这个是5119来比较离开段，为什么不是从4103呢？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是说过的，我在这里重复一下，因为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因为4103这是3段，看到没有？3笔，4103开始的是3笔，但是从5119开始的现在只有1笔。你3笔和1笔，它俩的级别不同。3笔是可以构成，在缠论里面，它是可以递归成线段的，1笔是不能构成线段的，这是缠论里面明确定义的，对吧？这是线段和笔的区别，对吧？3笔是构成线段了，那么笔的话只有1笔。所以说它俩级别不同，在级别不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比较力度的，一定要注意了。在级别不同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比较它们俩的力度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不从4103比较的原因，我为什么要从4682的原因。4682这是进入段1笔，那么这也是1笔，它俩是级别一样，我才可以比较针对这个中枢。什么时候能够比较4103呢？是这样的。从5119，如果说能够生成3笔的话，也就是这样，上去突破5669了。如果说它内部出现背驰了，然后回来踩一次，形成中枢，再打一个离开，这就变成3段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从5103作为进入段到5264，然后5119，然后后期发展出来的这个3段。如果说是这么个结构的话，我就可以针对这个中枢比较它的进入段跟它的离开段，因为离开段也是3笔，进入段也是3笔，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比较它俩的力度，也就是说上升的力度有没有被持了，晓得了吧？所以说在级别不同的时候，一定记住前后级别不同的时候，围绕中枢震荡的段，如果说2段级别不同的时候，你是不能比较的。一定是在级别相同的时候才能比较。那么通过比较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位置，也就是5702。
5702这个位置刚好是突破了5669，这个上涨突破了5669了，到了5702刚好又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4682上涨到5264的这么一个空间。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也强调过很多次，为什么要看它的原因就是前面4682涨到5264这么大一个空间，那么同样的它是有过这么一次回撤的。同样的，从5119，如果说你也生长这么大一个空间的话，我也可以期待着你也有同样空间的一个回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测等比例的位置的原因，技术这个背后的技术原因，因为在太多的图形里面给到我们这个例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撤的空间有多大，5.88%呀，很大的一个回撤的，这是指数啊。指数给你一个5.88%的一个回撤，那你可能个股的话就10%、20%以上的一个回撤了。所以说，如果说能够错开这些大的回撤的话，那么我们资金的利用率就会很高。这也是为什么要注意5702，也就5700。如果说那个整数的话，5700是短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压力位。如果说它能够力度非常强的突破了这个5702，就是说它这个上升的，因为下周的这个非农数据刺激，或者说联储这个9月18号的这个利率决议的一个刺激，非常强的力度上去了，突破了5002，那就没有背驰了呀。那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没有背驰，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了，对吧？你这个5702这个位置，你如果说怕的话，可以稍微减一点，把机动仓稍微减一减，甚至是底仓的话，你可以稍微慢一点。等它继续看看是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还是说要回来一个5%的回调。所以说，我们最终的应对还是落在了仓位上，而不是说我只分析而不应对，那你分析来分析去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仓位上。那么，它这个上涨，现在看一下从5119它的内部看一下，它跟刚才分析方法一样。内部是不是也是挺充分了？有没有进入段？有没有中枢？有没有几个中枢？有没有离开？这是帮助我们来分析这个还能不能够继续往上涨，还能不能够突破5702，甚至突破5702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往上冲的一个需要我们看到的一个细节。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1小时上。那么也是来复习一下5119。1、2、3、4、5，这是一个5浪上涨的一个进入段，非常强。然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那么只要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后面的都是中枢延伸，无论后面有多少段，都是中枢延伸。那么9以上的话，这是有区别的。到了9了，这个中枢的级别就升级了，对吧？这是有区别的。那么这就是中枢延伸。那么在周5的话，它是。先是我们当时在做直播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对吧？当时我就说这个要打掉这个低点之后，才会出现一笔的回撤。那么它也是刚刚跌破了前面那个小低点5583，然后它这个小低点在哪里？5581，看到没有？刚刚跌破了之后，立刻就掉头。如果说你一直盯着这个位置的话，你在盯盘的话，你是不会错过这个拐点的。起码它后面这4根 K 线你是不会错过的，对不对？所以说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形，那么它的次级别又出现了一个3段的一个结构，肯定是有背驰了，或者说等比例的位置才会出现那么一个拐点的位置。这就是在1小时上它为什么在周5的尾段的时候出现拉升的原因呢？那么现在就是。那是它这个周5的最高点是5651.37，还是没有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5651.62，对吧？现在就看周1能不能够往上再冲一冲，看这里能不能有力度。现在要的是力度，力度上去之后，看看能不能够再给一次回撤，或者说是力度非常强，力度非常强的往上走。那么跟这个进入段，我们现在跟刚才分析方法一样，先看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先看5331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如果不够强的话，就很容易背驰。这个力度不够强，就很容易背驰。那么很容易背驰的话，就会拉回来一次测这个中枢。如果说给到一个300的话，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如果说力度不够强，上去了直接再拉回来，那么有可能直接掉头也可以，对吧？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5702那个位置，
如果说碰一下5002，就立刻可以结束这个结构的。所以说，越往上走，相对来说我们就要谨慎一点了。它这个想要达到前面这种5浪上涨的这种结构的话，需要后期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市场已经 price in 这个美联储要降息这么一个事件了。那么已经 price in 了，那再往上走，其实就是一个好消息的一个兑现。好消息兑现之后，大概率是要么是回撤调一下，调整一下，因为这个获利的人太多了，获利盘太大，所以说往上拉的话，它需要的资金，它需要这个动能更强。一旦那个不能维持这个动能和资金的话，它就很容易回来。所以说越往上走，针对我们已经获利很强的手里面的那个获利盘很重的，那可以稍微减一减嘛，对吧？往上走，那么前面有这个5669，突破5669，上面还有5702，你可以先减一减，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看戏，手里拿着底仓，往上走我不怕你，我有底仓，回来我也不怕你，我可以再继续加我的这个机动仓，来回这个利用中枢震荡做我的这个差价操作。所以说往上走我们需要谨慎操作，做多谨慎操作，往下来的话那就找位置进场。如果说出现了一种下跌趋势非常强的动能往下走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机动仓都不差价操作都不做了，因为它可能要大范围的转势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利用其他的品种，比如说期权啦，或者说其他的衍生品来做一下那个反向的一个操作了，这就是有区别的。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能有30分钟，看一下这些平时跟踪的这些动能比较强的，这是我个人选出来的，对吧？这是我个人选出来我要跟踪的，不是说我选出来这些就一定是好的，你们也要跟踪做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选择出来几个，一定要注意是几个，不是10几个。你资金量不大的时候就3、5个就好了，3、5个就足够你跟踪了。那么你这资金量不大，如果说那个股票又特别多的话，根本看不过来的，太累了那种，特别累。所以说精选个股，我们一定是精选，你要长期，不说5年、10年吧，你也是1、2年，起码你也是1、2年。如果说你只想做个1个、2个、1个礼拜、2个礼拜，然后就想做个短线的话，那种你根本不需要做。那么也不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所以说一定是要选好出来，选出来要长期做它的一个票，这样的话你就长期跟踪才能够达到一个效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英伟达，那么英伟达首先这个周线上是从10.81，它是有结构的，对吧？也是一样，是一个3段进入，然后有一个中枢。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中枢的离开，这里能不能够打出去，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小 B 段。那么想打出去的话，得有力度。打不出去，可能就会被拉回来，甚至再次跌破90.69，因为这个反弹还不够比，这一笔还没有生成的话，你就不能说140.76下跌结束，它完全可以再次打掉90.69，形成它的小周期，形成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这样的话才完成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回撤，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现在这是90.69，就是一个防守位，也就是周线上的防守位。已经形成底分型了，那么就看这个90.69它的内部能不能够继续往上生长，看一下它内部现在是什么结构，这就是90.69，那么现在只有一笔呀，它这个回撤也不够比，它的这个小周期里面是有中枢的。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如果说能够给到一次有效的回撤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够踩一下呀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对吧？踩一下这些位置的话，还是2买。针对前面这个小的，那个90.69的话，还是2买。那么如果说能够出现3笔的一个，在日线上出现3笔，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周线上那个1笔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小 B 段，要么是围绕周线中枢的震荡，要么就是打一个离开，突破这个104.76。那么这是我们后期跟踪的，所以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给到一个有效的1笔回撤。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上，就是最后从131.16这段的一个进展。那么在周五我做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过这个了，其实。那么现在是一个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然后我们当时还测过一个这个趋势线。那么它这是构成中枢之后一个尝试离开，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等比例的一个位置，也就是119.3。所谓等比例，就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这个离开段。那么它当时在就是周四的时候是尝试过突破或尝试过反弹的，在等比例的位置119.3这里是尝试过反弹，但是在小周期里面，这里是在5分钟上形成了中枢之后，这里有看到没有？这里有3、4根，1小时上有3、4根 K 线在这里，说明它的小周期上是有中枢的。这里尝试过小中枢，但是没上去，又下来了，又跌破了119.3，跌破它之后，说明这个离开段它跟进入段就不背驰了，说明这个那个空头的力度是强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往里进的话，就相对来说要谨慎一点。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又尝试突破这个119.30，还没有上去。即使上得去的话，也就是这笔如果说反弹成比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后期的一个那个推演，就是从116.71这里，如果说反弹给到一笔，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卖，那么还要再下来。再下来之后，你要看它是不是能够再次跌破116.71，或者说不跌破，然后再给一次反弹，2次反弹构成第2个中枢，上面是大 A， 这里构成大 B， 然后再给打一个低点，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结构。进入段，第1个中枢，第2个中枢离开，对吧？这个结构的构件都已经很充分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饱满结构。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形的话，你要注意了。所以说这个反弹就也就是下周首先的，周2、周3我们就要关注，看能不能够。如果说强势拉回去的话是最好，强势拉回去就是先看中枢震荡，对吧？中枢震荡的话也是回到一个2买。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形的话，也是可以进，就看后期的这个上涨。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1、2、3段的话，那就可以从这里断开，对吧？这样的话就是后面我们需要跟踪了，这是后期演变的。但是大概率的话，因为它现在这个 MACD， 或者我个人倾向的话，它在这里是要做出一个中枢来，甚至是连高点都不打，也就是这个高点都不突破，121.75都不突破，也就是在小周期这个中枢继续往下生长，在下面再生长出来一个小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也就是说这个小 B 段从这个点位离开的小 B 段还没结束呢。在我个人看来的话，这里要形成下面现在是1小时上，也就是5分钟或15分钟上要形成2个小中枢，然后才能结束从126.68下跌的这个小 B 段。它结束了之后，在这里再生成第2个就相对来说大的中枢，也就是大 B， 这个是大 A， 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131.26的一个下跌。现在我个人倾向是这么一个走势，具体怎么演变的话，就我们需要下周的继续持续的一个跟踪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讲，针对英伟达这个，如果说想进场做多的话，就仓位的话一定要控制，不能够仓位很大的，因为一旦你在这些位置仓位很大的往里进的话，很容易就被套在里面，晓得了吧？这就是针对英伟达。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就是大周期，先看一下这个月线上，月线上我重复了很多次，这个是它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种趋势线的这么一个压力，2个高点连线，这种趋势线在大周期上是比较好用的。原因我也说过，就是大周期上这个趋势线，你想要突破它的话，一定是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出现了本质的变化，它才会突破。比如说这段上升。比如说前面从这个，因为这是经过复权之后的图形了，那么前面这里横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那个大中枢，我们看这是几年开始横的，2013年到2019年呢，横了5、6年、6、7年的这么一个大中枢，为什么上来了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时2019年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往上走，就是因为特斯拉的基本面出现了变化呀，它盈利了。它开始盈利了，它开始往上走的，对吧？所以说呀，在大周期上想要出现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它的公司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像这种，它想要突破这种，一定是它的那个基本面，比如说，秉持马斯克最近给大家一直画的这个Robot Taxi， 对吧？自动驾驶或者说自动驾驶上有出现了更大的一些突破的时候，才会出现大资金
往上一直追着往上买。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看图的就是先看能不能够再次到2299，到了299之后，立刻又面对这个中枢的上沿了，上不去的话，可能再回来一次，然后再上去。所以说，现在它没有突破这个之前的话，也可能是再砸回来一次，在这里到这个极限位置，然后再选择突破，因为这个选择的力量就小了呀，就是相当于的能卖压，就是你往上，它往上一突，很多人就解套了，就开始卖嘛，那么相对压力就小，在这个位置压力就小，那么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压力大一些，所以说看它具体怎么选。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就是它如果说能够收缩在这种位置，而不是说像前面这里，你看它这个柱子的这个面积非常大，但是这个位置明显的小，也就是这段明显小，所以才会有了后期的这个上涨。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周线上也是299这个位置下来之后，它是到了138，那么进入段离开段，对吧？这是一个盘整下拉回来了。拉回来之后呢，现在这个回撤现在还是不够比的，递归的话可以当一笔用，也就是说它有5根 K 线，从271的话下来是有5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中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了。如果说现在当成一笔的话，其实这里是一个类二买，这里是一个类二买，那么期待着这里能够再弹一次。至于说弹的高度的话，是没有人能知道的。这是我们在周线上，就是通过这个中枢来看，再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也是一样，同样的位置138。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的结构更清晰了。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离开又被拉回来，然后再次尝试。那这次回来就出现了变化。这次回来之后没进来，没进入到这个中枢，然后回撤也够比了。所以说这是现在一个潜在的一个300，对吧？潜在300，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趴在0轴这个位置，在0轴之下，这是最好的爆发点。一般的爆发，你要么是横在0轴这个位置，要么在0轴之上，要么在紧贴着0轴之下也可以，对吧？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张嘴，看到没有？才有机会张嘴。那么这个在0轴稍微在0轴以下一点也没有关系，也是有机会往上走的。看这个后期这段对应的 MACD， 你这一比较的话就知道了，对吧？这个位置，所以说跟类似的这个位置，虽然说在0轴以下，但是它也是紧贴着0轴，现在是。所以说这里如果说能够起来的话，看一下它后期的一个涨幅。那么至于它能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271的话，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能够突破它的话，那就说明从182这3段的话，那么3就不会有背驰了。这段如果说没有背驰的话，跟前面一比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后期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强的一个走势，也就是在周线上，这里从138的话直接就能打出去的话，那么这里就会是月线上那一笔了，就是说从138这里，因为现在这里是1、2、3、4、5有5个月了，5个月，但是还是没有成一笔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能够再次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271，如果说能够突破271，但是不能够到299，那也够比了呀。只要你够比的话，因为在中枢内部震荡的时候，它可以是任意位置。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分析，就是基于138.8这个位置，成这一笔的可能性还没有被刨除掉，因为你回撤不够比呀，所以2个方向都要看。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一直分析138.8这个位置，原因就是这些以138.8作为这个起涨点，还潜在的有着一个再次打掉271，然后完成整个月线上那一笔上涨的一个可能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从138分析的原因。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也看一眼这个苹果，苹果也是，周线上，我们之前应该也看过月线的，月线上现在是有2个大中枢了，这里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再次离开，也就是164，周线上164上涨还是一笔，这里有过回撤，但是不够比，这里的回撤都不够比，所以说还是看164能不能够继续再突破237，也就是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结构是有的，164，这个是进入2次回撤构成中枢，现在就是离开，就是中枢震荡。至于那个基于苹果的图形的话，就是现在就看日线上就是基于它的一个中枢震荡策略还是一样，上方减一减，下方加一加，什么位置减，什么位置加，你要去看它的次级别。日线的次级别就是1小时，你要看它的1小时上有没有结构，结构够不够充分，看一下1小时。
之前我们是看过它的30分钟，之所以当时看30分钟的原因，是因为1小时上没有中枢，现在1小时上是有中枢的，从196这个上涨是1小时上是有中枢的，这个都是进入构成中枢，然后现在这个位置现在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00，因为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但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00，如果说周一的话，直接拉回到中枢里面继续震的话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就是力度不行上不去的话就会再下来，那么就是围绕最后这个1小时中枢，我们现在观察就是观察最后这个苹果的1小时这个中枢，什么时候出现那个明确出现300和300的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中枢，没有脱离之前的话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那么如果说再次如果说这个300成立的话，再次打一个小高点，那你要注意了，这个是不是要结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进入段太强了，针对这个小中枢的话，它的进入段太强，那么这个离开段如果力度不能够跟上的话，就很容易背驰。那么一旦这个力度上不去，出现背驰的话，就意味着整个这段就可以结束了，可以从这里断开，然后走反向，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有中枢的，如果说它的进入段很强的时候，后期的离开段一定要注意，一旦力度跟不上，就很容易背驰。这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分享。来看一下这个 ARM。ARM 的话，我们大周期是说过的。先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图形比较清晰。从这个最低点46.5，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现在这个底分型也已经有了，虽然说这个底分型是一个弱底分，那么强底分、弱底分我们是说过的，这就是一个弱底分，看到没有？3根 K 线构成底分型，然后呢，这个底分型是有这个3元素，第一根 K 线第一元素，第二根 K 线第二元素，第三根 K 线第三元素。那么如果说第三根 K 线的高点不能够突破第一元素的高点的话，那么这个底分型就是弱底分。如果说第三元素是这么一个 K 线，也就是说它的高点突破了第一元素的高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强底分。弱底分和强底分它这个区别上，就是强底分更容易或更有可能出现上涨一笔，弱底分的话，它出现一笔可能刚刚够5根 K 线，可能刚到第一元素的高点这里，看到没有？第一元素的高点在这里呢，刚到第一元素的高点，然后它也够5根了，就可以结束了。这就是非常非常弱的一个底分型，或者说非常非常弱的一笔反弹，完全是可以突破到了这个位置是高点的这个价格149.95，完全是可以突破149.95到150这个位置，直接可以再继续下来，继续做这个中枢震荡。所以说就是在周线上是这么一个弱的底分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也就是从这个96.6，现在就是两个方向都要看。从188下跌你也要看，从96.6上涨你也要看，因为在188.75下跌的周线上那个，因为新的一笔没有生成啊，周线上新的一笔没有生成，那么前面这个下跌的延续就有可能的。但是呢，看一下这个，现在目前是看上涨的延续，因为从这个上涨它是出现了这个3段，这里可以当成一段递归的一段，是可以是可以这么分析的。就是说，你从这个高点135这个位置作为回撤的一笔，然后到这个前面那个小低点，因为从138这个回撤的话，它不够比，只有4根 K 线，所以说你用递归的方式，也就是次级别到135.60，然后这回撤成一笔，这样的话可以当成一个3段。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去测一下它的那个斐波那契扩展器，也就是我跟大家经常用的这个工具。你这样一测的话，就会有一个0.618啦，等比例啦，等比例是在160，对吧？0.618是146、145，所以说有这些潜在的这些压力位置，你就知道了。如果说到了这些位置上不去，那么也是3段，意味着周线上那一笔可以结束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要递归的原因。递归的目的是我可以比较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递归一次的原因。这样的话，看看这些潜在的这些压力位置能不能够造成它一个结束。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周末漫谈到这里了，再见。